见状，众人也都是来到了第二个传承点之前。眼下，第二个传承点中间的罗盘已经开始运转，结界符咒如画卷一般在罗盘中闪烁着，而只要看透它，便可获得破解之法。只不过这一次的破解之法，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的。事实上，不仅星陨圣地和九玄宗的弟子没有看出来，哪怕楚风和梁秋姐妹俩也没有看出来。这第二个传承点想要破解，还真是需要一番认真的观察才行。开始吧，梁秋红月对楚风说道。且说完此话，她们姐妹俩便开始盯着那罗盘，寻找破解之法。这一刻，梁秋姐妹俩的眼睛已经变得与之前不同，她们二人的双眼竟然隐隐间散发出了金色的光芒。若是能够从正面观看，便可以发现她们姐妹的眼中竟有符咒流转，就仿佛她们的双眼分别蕴藏着一个世界一般。那是阵法，一种非常利奥德的阵法。尽管楚风没有正面观察到梁秋姐妹的这种变化，可是楚风却也感受到了她们姐妹应该使用了特殊的观察手段，并且这个手段非同一般。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是不敢轻敌，所以几乎在梁秋姐妹开始之际，楚风的天眼也已经运转起来。只不过随着楚风对天眼的掌握，他进行观察的时候已经可以做到非常的隐秘，不会让旁人察觉到他一丝变化。所以相对比之下，梁秋姐妹此刻的目光锋芒毕露，惹人注目，而楚风则是平平常常，没有一丝异样，这倒是让围观之人很是不解。而至于那些围观之人，自然便是星陨圣地和九玄宗的弟子。他们很清楚，论结界之术，他们和楚风以及梁秋姐妹俩差得太多了，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破开这阵法的念头，而是将最终的结果全部托付给了楚风和梁秋姐妹，哪怕夏雨儿也不例外。眼下他们成了真正的旁观者，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姿态看着热闹。真是可恶，竟然把小爷晾在一边！本小爷会让你们知道本小爷的厉害。看着众人都围在楚风和梁秋姐妹身旁，却根本没有人注意自己，修罗赵坤很是不爽，他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证明自己，所以他也是开始使用手段观察那第二座传承点中间的罗盘，想要寻求破解之法。而他这观察的手段相比于梁秋姐妹更是利奥的，至少在声势上他完全的盖过了梁秋姐妹。他是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金色的光芒，耀眼的符咒遍布全身，但却又争取有序，如同河水涌入大海一般，向他的双眼汇集而去。赵兄这观察的手段好是厉害啊！修罗赵坤这一出手，顿时引起了众位小辈的瞩目。直到此刻，他们才忽然想起来，这里的界灵师高手可不止楚风和梁秋姐妹二人，这修罗赵坤可也是一个高手啊！而在此受到重视后，修罗赵坤也是越发的得意起来，随后便开始专注的观察那罗盘，想要寻求破解之法。姐姐，妹妹！就在这时，梁秋红月和梁秋蓝月两姐妹却是同时收回目光，彼此观望起来。感受到二者的目光后，这对姐妹竟然开始布置阵法。这么快！见此一幕，夏雨儿等人皆是目光一动，都感到很是惊讶。毕竟他们再不济也都是龙纹级仙袍界灵师，所以一眼就看出来梁秋姐妹布置的乃是破解阵法。只是这距离他们观察那罗盘才过去多久啊？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看破了那罗盘上的谜题，寻得了破解之法？不可能！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看出破解之法？修罗赵坤也注意到了梁秋姐妹的动作，在心中暗暗否定起来。可是没多久，楚风也是开始布置阵法，他也看穿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修罗赵坤在心中连连否定，因为那罗盘上的谜题非常深奥，他现在只破解了1/10而已。楚风和梁秋姐妹就比他先观察了那么一小会，不可能这么快就破解完这罗盘的内容。可是就在这时，梁秋姐妹的阵法已然布置完毕，并且在梁秋姐妹的引导下，那阵法射出一道光芒，直接落入罗盘之中。刹那间，那阵法与罗盘仿佛融会贯通，合为一体。大量的符咒如潮水一般自阵法之中涌出，顺着那光芒进入罗盘之内。很快的，那罗盘便加快旋转，随后只听咔嚓一声，那道紧闭的大门竟然就此开启。见此一幕，修罗赵坤的下巴都要惊掉了。他一直咬定了梁秋姐妹不可能那么快就看破那罗盘的谜题，但是现在这传承点却已然开启，这说明他猜错了。梁秋姐妹竟真的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看穿了罗盘上的谜题，并且正确的布置出相对应的破解阵法，成功的解开了这第二个传承点，竟然真的破解开了，并且是一击即中，好厉害！这也太快了，这便是梁秋大师弟子的实力吗？连修罗赵坤都感觉难以置信了，在场对其他小辈就更加震惊了。哪怕夏雨儿看向梁秋姐妹俩，眼中也是涌现出了一抹复杂的目光，嫉妒倒是谈不上，但那目光中绝对蕴含着羡慕之色。这也正常，都是小辈，并且都是女子，对方拥有如此厉害的结界之术，她怎能不羡慕？不过对于夏雨儿来说，她羡慕的也许不是梁秋姐妹本身，而是羡慕她们两个有那样一位厉害的师尊。楚风，看来这第一回合是我们姐妹赢了。梁秋红月对楚风说道，尽管他这话是笑着说的，可是其中的挑衅之味仍是很浓。不过楚风却并未动气，反而是冲着梁秋红月一笑，并且拱手抱拳，恭喜了。面对这样客气的楚风，本想羞辱楚风几句的梁秋红月反而不好多说什么了。妹妹，你看楚风那阵法。可就在这时，一道暗中传音却映入梁秋红月耳中，是梁秋蓝月。听得其结界的话后，梁秋红月也是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的阵法。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面具下那原本喜悦的小脸顿时僵住了，因为他才发现楚风的阵法也已经布置完毕，并且那阵法也是正确的。这说明虽然她们姐妹这一回合胜了，可也只是险胜而已，毕竟
他们比楚风完成阵法的时间只是快了一点点而已。姐姐，第3个传承点，你不要出手了。忽然间，梁秋红月对梁秋兰月说道。他此话一出，旁人一脸不解，唯有梁秋兰月明白梁秋红月的意思，而似是想让所有人都清楚自己的打算。梁秋红月立即当众补充道：接下来，我想独自一人与楚风切磋，这样一来，便没有人会说我们姐妹胜之不武了吧？原来是这样。梁秋红月此话一出，众人顿时恍然大悟。的确，梁秋红月和梁秋兰月两姐妹合力布置一座阵法，这等于是以2对1。严格来说，对于楚风的确不太公平。其实没关系的，这传承点重在看透破解之法，谁先看透，其实就是谁赢了。布阵的话，倒是无碍。楚风说道。不，我就想以一己之力来与你切磋，我想凭我自己的本事胜你。梁秋红月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笑了笑，这个丫头还真是倔强。但楚风却也不得不承认，她们姐妹的确很强，因为楚风自己很清楚，那第2个传承点被梁秋姐妹先行破开，可不是楚风故意让着她们2个，而是梁秋姐妹的确是比楚风快了一步。尽管她们2姐妹一起出手，楚风的确是吃亏，可楚风却也不得不承认她们的实力。楚风，可以开始了吗？梁秋红月对楚风问道。难道你不打算先让戒灵进去修炼吗？楚风问道。那第2个传承点已经开启，而这是戒灵修炼的地方，现在已然开启，理当先让戒灵进去修炼才是。毕竟来此的最终目的乃是获得机缘，而并非单纯的较量。是啊，梁秋姑娘，你可以让戒灵进去，然后再与楚风继续切磋。此刻，九玄宗的弟子也是开口说道。我不需要，你们叫你们的戒灵进去修炼就好。梁秋红月说道。听得此话，九玄宗的3个弟子则有些发懵。之前明明讲好，梁秋姐妹可以与他们共享这传承窟内的传承，所以在梁秋姐妹没有释放戒灵的时候，哪怕九玄宗的弟子也没有释放自己的戒灵，他们就是在等待梁秋姐妹。我们真的不需要。梁秋兰月也是开口说道。见状，九玄宗弟子也不再犹豫，纷纷释放出自己的戒灵，进入了那第2个传承点之内。楚风，可以开始了吗？梁秋红月再度催促道。看得出来，他非常迫切的想要证明自己。开始吧。楚风此刻也来到了第3个传承点之前。见状，梁秋红月便再度施展出了他之前所施展的观察手段，看向了那第3个传承点中间的罗盘，而楚风的天眼也已然开启，几乎同时看向了那道罗盘。说实话，楚风的天眼专门就是为洞察这些东西而生的，所以破解起来轻车熟路，楚风进展得非常顺利。可就在这时，那梁秋红月的身前却忽然传来道道耀眼的光芒，是结界阵法。梁秋红月竟然已经开始布置结界阵法。楚风深知梁秋红月已经寻得了破解之法，可是楚风却也没有就此放弃，而是认真地观察着那罗盘。很快的，楚风也寻得了破解之法，并且立刻开始布置破解大阵。但是就如同第2个传承点一样，楚风的破解大阵还未布置完毕，梁秋红月的大阵已经开始进行破解。而当楚风的破解阵法布置完成之后，那第3个传承点已然被梁秋红月开启。这丫头还真是有些厉害啊！此刻就连女王大人也忍不住夸赞起梁秋红月，而楚风看向梁秋红月的目光也是有些变了。先前她们姐妹一同观察，一同布阵，楚风败了，倒还情有可原。可是现在楚风面对的对手只有梁秋红月一个，就算观察速度不谈，只论布阵速度，按理来说楚风也应该更快一点，可是事实上却并没有。哪怕梁秋红月一人布阵，她的速度也在楚风之上。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梁秋红月在破解第2个传承点的时候，其实是隐藏实力了的。隐藏实力都能胜过楚风，足以证明他的恐怖。看来我楚风今日还真的遇到对手了。虽然表面上楚风依旧波澜不惊，可是他的内心却已是巨浪翻腾，难以平静。要知道，这可是楚风成为戒灵师以来第一次在同辈的戒灵师中遇到如此强劲的对手。但是楚风并没有感到愤怒，他反而变得很激动，很兴奋，就仿佛体内有一团无形的火焰正在滚滚燃烧一般。楚风虽然败了，可是这梁秋红月却成功的激起了楚风的斗志。楚风在比拼结界之术上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这么的渴望获胜，所以哪怕连续败了2次，楚风也并没有气馁，他仍准备继续出手，他必须胜过这个丫头才行。梁秋姑娘，这第3个传承点你也不打算进去吗？楚风问道。因为楚风注意到梁秋红月根本没有进入第3个传承点的打算，我们胜负未定，待得破开所有传承点再进去也不迟。梁秋红月说道。既然如此的话，那梁秋姑娘，你继续与楚风切磋，我们等着你。待你们切磋完毕后，我们再随你一同进入传承点。九玄宗的弟子说道。也好。梁秋红月点了点头，随后看向楚风。那我们就开始吧。这一次不待梁秋红月开口，楚风便笑着说道。如果说先前是梁秋红月迫不及待的想要证明自己的话，那么此时此刻想要证明自己的则是楚风。随后楚风与梁秋红月便一同来到了第4个传承点之前。可是这一次的结果却是与先前一样，虽然2者布置阵法的速度几乎相同，可是楚风破解那罗盘谜题的速度却是不如梁秋红月。梁秋红月再度胜过楚风，算上先前她们姐妹联手的那一次，梁秋红月已经连续3次战胜了楚风。楚风还要继续吗？这一次梁秋红月再度看向楚风的目光已经完全变了，她的眼中不仅散发着高傲与自负，还有着一抹轻视。在连续战胜楚风3次之后，她几乎已经确定楚风的结界之术并不如他。楚风要不算了吧，这个梁秋大师的弟子的确很势利要得，他所掌握的破解手段似乎要在你的天眼之上。此刻
就连想来好强的女王大人也是忍不住开口劝阻楚风，可是楚风却是淡淡一笑，说道：“淡淡，不是我逞强，而是现在我若放弃的话，就算我愿意，那么我的天眼都不愿意。”楚风，你的意思，莫非是你的天眼有了变化？女王大人何其聪明，从楚风的语气之中就察觉到了楚风的话中之意。而对于女王大人的问题，楚风倒也没有兜圈子，而是如实说道：“我能感受到我的天眼似乎就要觉醒了，天眼似乎要觉醒，你是当真的？”女王大人问道。当真？楚风以肯定的语气说道。听得此话，女王大人兴奋不已，简直比楚风还要高兴。天眼是怎样的手段，女王大人最为清楚，毕竟这是女王大人传授给楚风的手段。天眼归类于寻脉之法，若是修成，根本无需精神力去感应，只看一眼便能看穿精神力所能感受到的一切。若是将天眼修炼成功，便能隔墙观物，也就是所谓的透视，还可寻找出常人看不出的蛛丝马迹、藏地遗迹、隐藏之处，皆有天机泄露。天眼所要察觉的，便是那寻常人所看不到的天机。但天眼的力量远不止如此，若是修炼到后期，天眼甚至能够化为攻击手段，拥有毁天灭地之能，一眼之间便可让山川夷为平地，让湖泊干枯沸腾。若是修至大成，那更是可视人的内心魂魄，明辨中间，只是一眼便能看穿一个人的本性，甚至只是一眼便能让人屈服，为自己效忠一生。楚风修炼寻脉之法已有多年，随着楚风的阅历增加，结界之术的进步，寻脉之法中的修脑与修心，楚风一直都在提升。可是唯独寻脉之法中最重要的修眼，楚风的进步却并不是很大。现在莫说是洞穿人心，发动攻势，连最基本的观察，楚风也远没有做到极致。可这也不能怪楚风，而是天眼本身就难以修炼。但假如说楚风此次真的能够突破，那对楚风来说，可绝对不仅是天眼突破那么简单。日后若是遇到遗迹或者藏地，也很可能会被楚风挖掘出来，那时候的收获可就太大了。楚风，你确定吗？真的快要觉醒了？女王大人再度追问起来。其实觉醒谈不上，我只是觉得我的天眼快要进入一个新的层次了。不过究竟如何，我也不能确定，还要试过才知道。楚风说道。楚风没有说谎，他也未能完全确定，因为他也只是一种感觉罢了。此刻，楚风在梁秋红月的刺激下，斗志昂扬，不仅体内战火涌动，双眼也是感觉异常的炙热。可能是在想要获胜之欲望的刺激下，楚风真的觉得他的天眼将要蜕变，只是能否成功，他也无法确定。究竟如何，还要看接下来和梁秋红月的对决中能否突破。这样的话，那就继续和他比啊，管他是输是赢，只要天眼能觉醒，那咱们就是大赚特赚啊！女王大人说道。听到这里，楚风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女王大人对他的关心，真的是让他倍感温暖。我说我的女王大人，你就别管我了，我这边处理得过来。倒是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楚风问道。淡淡，现在正身处于第一座传承点内，可能是那传承点蕴含着特殊的力量，这导致女王大人哪怕不在楚风的身体内，却也仍然可以与楚风共享视听。所以楚风经历的一切，女王大人都知道，她甚至可以与楚风进行心灵交流。可是楚风除了能与女王大人进行交流外，却根本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女王大人现在的身处何地。所以对于女王大人此刻的情况，楚风可是非常好奇的。我这边皆是秘密，本女王不告诉你，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然而女王大人却丝毫没有向楚风透露丝毫的打算。若是哪个家伙欺负你了，你记得告诉我，哪怕你少了一根头发，我也要去他狗命。楚风说道。虽说楚风对女王大人还是有着一定信心的，可是楚风却仍然担心女王大人的安危。眼下女王大人独自在那传承点内与那些戒灵待在一起，楚风其实也很不放心。我这边你就不用担心了，一切尽在本女王的掌控范围之内。女王大人自信满满的说道。楚风，你迟迟不应，是不打算继续了吗？就算不打算继续了，也总要说一句认输吧，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好吗？可就在这时，梁秋红月的声音却再度响起。这一次梁秋红月的语气显得越加的刻薄，看来连续的胜利让他信心大涨，同时那股傲慢之气也是展现而出。其实换做常人定然会立刻屈服，哪怕内心不服，言语上也不敢有何违逆之意。可是楚风不是常人，他是一个你对我善，我加倍对你善；你若对我恶，我加倍对你恶的人。梁秋红月只是胜了楚风几次，态度立马变得如此桀骜不驯，甚至有失礼节。楚风自然也不会纵容他这种脾气，于是楚风再度将意识投射到本体，面带微笑，看着梁秋红月说道：首先，我没有不继续的理由，因为我来此就是受下姑娘所托，来破解这传承点的。其次，此处总共9座传承点，你只是破开了其中3座，还没有赢我，我为何就要认输？楚风此话一出，莫说梁秋红月感到吃惊，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心中一惊。楚风已经连续败了3次了，甚至每次都是稳稳的被梁秋红月压制，根本就没有胜过梁秋红月的机会。二人的实力已经全部展现，在观察手段上，楚风明显是不如梁秋红月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楚风竟然还说这样的话，着实是有些猖狂。楚风，我劝你还是放弃吧，何必呢？明知斗不过，还非要继续，这不是丢人现眼吗？就在此刻，修罗赵坤站了出来，以一种极为讽刺的语气对进行训教。而修罗赵坤此话一出，其他人虽然没有说话，可是他们的反应却让人知道，他们也是认同修罗赵坤的。尤其是九玄宗的弟子，更是一边冷笑，一边向楚风投来了嘲讽的目光。我若不继续，难道你继续？楚风对修罗赵坤问道。我继续。修罗赵坤淡淡一笑，摊手说道：不好意思，我有这个自知之明，我自知不是梁秋姑娘的对手，自然不会丢人现眼。那么星陨圣的请你来此，是让你展现你有自知之明的，还
还是让你帮忙破解传承点的。才刚刚进入传承窟，9个传承点，才破解了4个，你就放弃了？你对得起星陨圣地长老的期望吗？你对得起你爷爷的期望吗？你对得起在做星陨圣地弟子的期望吗？你对得起夏姑娘的期望吗？楚风凝声追问，一次比一次响亮。楚风此话一出，修罗赵坤原本笑盈盈的脸上顿时变得阴晴不定。事实上，不仅修罗赵坤脸色变化，就连星陨圣地弟子和夏雨儿的脸色也都有所变化。他们直到此刻才意识到，修罗赵坤的立场不对啊！他明明是被自家请来帮助自己的，他怎么这么容易就放弃了，甚至还帮对手说话？那请他来有何用？想到这里，夏雨儿包括那2个星陨圣地的弟子，都向修罗赵坤投去了不满的目光。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修罗赵坤感受到了夏雨儿的目光后，也顿时变得脸色涨红。他可以不在乎那2个人的看法，可却做不到不在乎夏雨儿的看法。于是他赶忙改口，似是想要解释一下。可是他还未说完，楚风便抢着说道：“修武之路，逆天而行，这是所有修武者的精神，也是界灵师的精神。可是你显然没有这种精神，不仅没有逆天而行的精神，你也没有收人钱财、替人消财的契约精神。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现在连立场都没有分清。明明是星陨圣地请你来的，你却像一条狗一样围着星陨圣地的对手乱转，替星陨圣地的对手摇旗呐喊，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真是不应该叫修罗赵坤这个名字，你应该改名叫做懦夫赵坤，因为你不配用修罗这2个字。也请你不要再侮辱修罗界灵师的名声。”听到这里，原本想要解释的修罗赵坤顿时面露怒容。楚风这番话可就不是简单的讽刺他，而是真正的人身攻击了。可是修罗赵坤话还没说出来，楚风却再度抢着开口了：“对了，你做不到的事，不代表我做不到。同为修罗界灵师，我楚风今日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差距。”听到这里，修罗赵坤脸都气白了，那咬牙切齿的模样，恨不得把楚风活活吃掉。好，很好，那你就继续啊！我修罗赵坤今日就要看看你是如何展现出你和我的实力差距的，你是如何为修罗界灵师证明的，你是如何展现契约精神、展现武者精神的。我更是要看看你是怎么胜过梁秋姑娘的。修罗赵坤说道：“我若胜了又当如何？”楚风问道：“胜？你真以为你能胜？好，倘若你真的胜了，从此我就改名，我不再叫修罗赵坤，我改名为懦夫赵坤，你看行不行？”修罗赵坤咬牙切齿，大声问道：“行，当然行，只是你说话可算数？”楚风问道：“当然算数。”修罗赵坤信誓旦旦地说道：“那就好。”楚风满意的点了点头。但是你若输了又当如何？修罗赵坤问道。对于修罗赵坤的问题，楚风则是微微一笑，随后双手摊开，耸肩说道：“输了就输了，还能怎样？我又没说过我一定就会赢。你这家伙！”听得此话，修罗赵坤差点没把心肝脾肺给气得吐出来。搞什么鬼？楚风赢了，他就要改名字；楚风输了，什么损失没有，稳赚不赔。这样一看，他这不是亏大了？我是你非说我一定会输，若是我赢了，你就改名的，又不是我逼你说的。记住，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可要说话算话。楚风对修罗赵坤说道。看着楚风那笑眯眯的模样，修罗赵坤更加气愤了。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楚风原来是一个如此阴险卑鄙、狡诈无耻之人。最重要的是，楚风竟然句句在理，他根本没办法反驳楚风，只能硬生生的吃了这个哑巴亏。楚风，这么说来，你是真的打算继续了？就在此刻，久久未语的梁秋红月忽然说道：“自然是。”楚风说道：“好，我梁秋红月今日就奉陪到底，让你输得心服口服。”梁秋红月说道。看得出来，楚风这不认输的精神，不仅激怒了修罗赵坤，同时也激怒了梁秋红月。那便开始吧。至于楚风，则是从容一笑，随后便和梁秋红月一同来到了那第5座传承点面前。随后，楚风和梁秋红月便再度施展出各自的观察手段，一同破解这第5座传承点的罗盘。梁秋红月的观察手段一如既往的强横，可能是想让楚风输得彻底。他此刻竟也是斗志昂扬，越发的认真起来。至于楚风，他的天眼也依旧与之前一样，所以在旁人看来，楚风没有任何改变，这场对决依旧没戏。在确定楚风根本没有胜算之后，九玄宗的弟子更是以一副就等着看你惨败的架势看着楚风。当然，相比于九玄宗弟子，修罗赵坤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要说最希望楚风失败的，那么在场之中自然是非他莫属。可几乎在所有人都对楚风不再抱有幻想的时候，唯有楚风自己知道，此刻他的双眼热浪翻腾，就仿佛某种力量就要觉醒，而逼迫着楚风觉醒。这种力量的正是楚风想要获胜的欲望。师妹，你觉得楚风有戏吗？此刻，星陨圣地的2名弟子悄悄站到夏雨儿身后，暗中传音问道：“你们心中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夏雨儿说道。听得此话，那2名弟子顿时叹息一声，的确，他们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因为他们2个打心眼里就不看好楚风。可是身为星陨圣地的弟子，他们还是希望楚风赢的，毕竟只要楚风赢了，他们就能够进入传承点内获得好处，否则不是白来一场吗？这不仅是楚风和梁秋红月的对决，也是星陨圣地和九玄宗的荣誉之战。尤其是当看到修罗赵坤为了拍梁秋红月马屁，不仅自己放弃破解传承点，还抨击侮辱楚风后，他们对修罗赵坤就更加看不惯了。所以眼下楚风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哪怕明知道楚风不能赢，可是他们却也希望奇迹发生。但是听得夏雨儿这样的话后，他们心中最后一点幻想却也在此刻破灭了。唯有夏雨儿一直用那双美眸注视着楚风，且在心中暗暗想到：楚风，你到底要如何逆转败局？楚风凝视着那罗盘，很快的他的视线竟然变得模糊，他已经看不清那罗盘的内容，
就更别说解读罗盘的内容了。可是这种情况下，楚风却并没有一丝慌乱，反而很是窃喜。尽管视线变得模糊，可是天眼将要突破的感觉却是越来越足。楚风很清楚，他的天眼就要突破，将要迈入一个全新的境界。然而，那梁秋红月已经开始布置阵法，他的阵法布置得很快。可是在此期间，楚风却一直站在原地，他的目光一直盯着那罗盘，一动不动，那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旁人自然不知道，楚风的天眼就快要突破，所以在外人来看，他们只注意到梁秋红月布置阵法已经有一会的功夫了。可是楚风他却是毫无反应，就像傻子一样站在原地。怎么回事？这楚风破解的速度怎么越来越慢了？星陨圣地的弟子眼上的愁眉越皱越紧，而九玄宗的弟子嘴角的嘲笑则越扬越高。楚风先前虽然连续被梁秋红月击败，可只是慢了一点而已。但是现在梁秋红月的破解阵法都快布置完毕了，楚风却依旧没有反应，这可就不是慢了一点，而是太多了。就在这时，梁秋红月的阵法已然开启。当绚丽的光柱融入罗盘之后，那第5座传承点的大门很快便开启了。可是，哪怕梁秋红月已然破开了传承点，但楚风的双眼却依然注视着那传承点，一动不动，整个人都没有一丝反应。梁秋红月看向楚风，态度越加傲慢，他是想要炫耀自己胜利的果实。可是楚风却连看都不看他，就站在原地，这让梁秋红月很是不爽，没好气地说道：“楚风，胜负已分，还要继续？”梁秋红月此话说出之后，楚风的目光并未移动，依旧没有看向梁秋红月，反而是他的手臂抬了起来，对着梁秋红月做出了一个静止的示意动作。“你什么意思？”梁秋红月问道。“别说话。”楚风以一种非常冷漠，甚至有着具有命令的语气说道。听得此话，梁秋红月顿时目露怒色，他已经胜了楚风，楚风不示弱也就算了，竟然还敢以这种语气对自己说话，着实让他不爽。这楚风怎么了？该不会是被刺激到了吧？怎么失败了？还这么摆谱？该不会是傻了吧？与此同时，九玄宗的弟子则是发出了讽刺的笑声。可是无论他们说什么，楚风都并不在意，因为楚风已经沉浸在喜悦之中。淡淡，我成功了，我的天眼终于突破了。欣喜若狂的楚风对女王大人说道：“成了，真的。”女王大人简直不敢相信，真的，我何时骗过你？楚风非常肯定。太好了，那你觉得凭借你现在的天眼，能否胜过那丫头的观察手段？女王大人问道。基本不成问题，楚风说道。那你还犹豫什么？还不好好教训那个她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女王大人说道。遵命。话到此处，楚风终于动了，他看着梁秋红月只说了2个字：继续。话罢，楚风便径直地走向了第6座传承点。梁秋红月看着楚风从自己身边经过，简直气得身体都在发抖。他实在想不通，楚风有什么可傲的？明明他是失败者呀，这家伙明明输得那么惨，怎么还趾高气扬的，搞得像他赢了一样？他该不会真的被刺激傻了吧？看着楚风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九玄宗弟子面面相觑，就连星陨圣地的弟子也是一脸不解。至于梁秋红月，则是轻哼一声后，也跟着楚风来到了第6座传承点之前。楚风并没有看向罗盘，而是在等着梁秋红月。当梁秋红月来到之后，才问道：“可以开始了吗？”“开始吧。”梁秋红月没好气地说道。下一刻，楚风便与梁秋红月一同看向了那罗盘。此刻，楚风和梁秋红月的状态截然不同。梁秋红月明明已经连续胜了楚风4次，可是却并不开心，相反，他很是愤怒。哪怕他戴着面具，人们根本看不到他的脸庞，可却也能够想到他那气鼓鼓的模样。这也不能怪梁秋红月。楚风他连续败给梁秋红月4次，不仅没有一丝丧气的表情，反而一脸的斗志昂扬，就仿佛他才是胜者一般。这换谁不气愤？可是不管楚风展现的状态如何利奥的，事到如今却已经没有人对楚风抱有希望，哪怕夏雨儿也不再抱有希望了。已经连续4次了，尤其是第4次输的时候，竟然输得那么惨，谁还会对他抱有希望？除非楚风先前是故意输的。可就在这时，楚风的双手忽然开始连续摆动，并且掌心捏诀。在这种情况下，道结界之力便自其体内涌现而出，如同金灿灿的千军万马一般。听从楚风的指挥，楚风正在布置结界阵法。可是这距离他们2人开始观察那第6座传承点的罗盘，才刚刚开始没有多久啊！这楚风疯了吧？就算他想赢，也要寻找出破解之法才行。怎么如此随意的布置破解阵法？莫非他是想瞎猫碰死老鼠，想要碰碰运气？竟然被梁秋姑娘逼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可悲啊！就在众人不解之际，那修罗赵坤却是一脸鄙夷的开口了。他此话一出，众人恍然大悟，简直有一种被修罗赵坤一语惊醒的感觉。对啊，楚风不可能胜过梁秋红月，他现在这么快开始布阵，一定是随意布置的一座阵法。他是要碰运气，看看他随意布置的阵法能否刚好就是这传承点的破解之法。可是这种可能性简直为零。想到这里，九玄宗弟子脸上的鄙夷以及嘲讽则是越来越浓，就连星陨圣地的2名弟子也是叹息连连，甚至就连传承窟外的那些长老们也是摇了摇头。可就在这时，楚风的破解阵法竟然化作一道光柱，笔直地射入了那罗盘之中。他的破解之法与梁秋红月不同，梁秋红月是阵法之中射出光柱，而楚风则是整个阵法化作光柱融入罗盘之中。所以当那阵法进入罗盘后，他的阵法也是随之消失。只不过那阵法融入罗盘后，那传承点却是没有任何反应，可真是丢人现眼。见此一幕，九玄宗的弟子以及修罗赵坤都讽刺地笑出声来。这个叫做楚风的年轻人真是太心急了，这样急躁的性格，哪怕天赋再好，也是难成大器。就连传承窟外九玄宗的长老也是以一种讽刺的语气
数落起楚风。可就在这时，一道清脆的声音忽然响起。下一刻，在场之人，无论是传承窟内的小辈，还是传承窟外的长辈，皆是神色大变，满脸的震惊。莫说传承窟内的小辈，一个个目瞪口呆，就连传承窟外的长老也是瞪大了眼睛，因为那第6座传承点已然开启。我没看错吧？竟然真的被他给赌运气给赌中了。他随便布置的一座阵法，竟然就是破解之法，这是走了多大的狗屎运！众人震惊之际，修罗赵坤却发出讽刺的惊呼，他几乎一口咬定楚风是赌运气赌中的，而根本就不是凭借自身的实力。他此话一出，众人也是纷纷附和。是啊，楚风不可能突然就变得这么厉害，他若这么厉害，先前怎么会败得那么惨？这一定是凑巧。可就算这是凑巧，也太幸运了。人们仍然难以掩饰心中的震惊，居然被你蒙中了。梁秋红月对楚风说道：“看来不仅旁人觉得楚风是运气好，就连梁秋红月也这样认为。哪怕是他也不认为楚风是凭借实力赢了他，是不是运气？马上你就会知晓。”对于梁秋红月的讽刺，楚风却也不生气，他的脸上始终挂着笑意。且楚风说完此话，又看向夏雨儿等人，说道：“你们先进去修炼，等你们出来的时候，第7座传承点、第8座传承点以及第9座传承点也都可以供你们修炼。”楚风此话一出，众人又是一惊，并非众人大惊小怪，实乃楚风语出惊人。待出来之时，剩下的传承点都可供其修炼，这是何意？这不就是说他可以很快就将剩下的传承点全部破解开？狂！这是何等的猖狂，又是何等的自信，简直就没有把梁秋红月放在眼中，就好像他现在就已经锁定了胜局。你这家伙，谁给你这样的自信？梁秋红月很是不爽地问道。自信这种东西，自然是我自己给的。楚风笑着回道。来，继续，我就不信你还能赢我。梁秋红月气得直跺脚，随后身形一转，便向第7座传承点走去，而楚风也是紧随其后的跟了过去。楚风，你安心破解传承点，我们等结束后一同进去修炼。就在此刻，夏雨儿说道。对，楚风兄弟，我们等你。就连星陨圣地的那2位男弟子也是开口说道。见此情形，修罗赵坤的脸色很不好看，可是他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九玄宗的弟子都等梁秋姐妹了，夏雨儿等人等待楚风反而是情理之中。若是这样，那就有劳了。楚风冲着夏雨儿等人抱了抱拳，随后楚风便与梁秋红月一同破解第7座传承点。而这一次，楚风几乎与上一次一样，观察了还没多久，便开始布置破解阵法。这个家伙莫非还要赌运气？见此一幕，许多人都觉得楚风简直是疯了。赌运气那种事，一次可以，但绝对做不到第2次。但与此同时，如夏雨儿和梁秋蓝月则是目光变得凝重，他们忽然想到一个可怕的事情，那就是楚风并非是赌运气，而是真的具有这样的实力。但究竟是实力还是运气，还要看这次布阵最终的结果。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楚风的破解阵法很快便布置完成，阵法涌动，光芒四射，行云流水一般就涌入了第7座传承点之中。紧随其后，只听咔嚓一声，那第7座传承点的大门便在众人注视之下开启。这一次，众人你脸上的震惊之色比先前还要浓郁，毕竟第1次是运气的话，那么第2次就是实力。这楚风竟然不是赌运气，而是真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破解开了这传承点。可是先前他怎么输得那么惨？莫非他是故意的？他是故意让着梁秋红月的。他故意让了梁秋红月4次，然后再连续破解剩下的4座传承点，一口气将梁秋红月击败。想到这里，众小辈内心更加震惊。倘若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楚风也未免太可怕了一些。要知道，这梁秋红月可是梁秋大师的弟子啊！楚风竟然能够把梁秋大师的弟子耍得团团转，这着实是太令人心惊。看来楚风并非心急，反而是运筹帷幄。传承窟外，新一长老忍不住开口说道。他说这话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眼先前九玄宗那位讽刺楚风的长老。听得此话，九玄宗的那位长老顿时老脸涨红。哪怕他心有不甘，可他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次他的确是看走眼了。这个叫楚风的小鬼，比他预想的还要厉害。赵兄，你怎么看？莫非这楚风真的是故意让着梁秋大师的2位弟子的？星陨圣地的一位长老对赵匡风疑问道。我也不好说，但是有一点我能确认，楚风能够破开传承点，绝非侥幸，而是实力。赵匡风一说道。他此话一出，哪怕这些修武高手们目光也都变得格外的凝重，再度看向楚风，眼眸中已经有了不同的变化。继续。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是梁秋红月。此刻的他越发的不甘心，他才不相信先前的胜利是楚风让着他的，他也不相信楚风真的具备如此强横的实力，能够快他那么多就破开传承点。巧合？在他看来，这都是巧合，是刚好那传承点的破解之法，楚风比较擅长而已。但是连续擅长2次已是万幸，剩下那2座传承点的破解之法，楚风不可能也擅长。在此等情况下，楚风与梁秋红月立即开始了第8座传承点的破解。可是这一次几乎复制了前2次的方式，楚风刚刚观察了一会，便立即开始布阵，并且一击即中，成功将第8座传承点破解。到此为止，梁秋红月破开了第2座、第3座、第4座、第5座传承点，而楚风则破开了第1座、第6座、第7座、第8座传承点，二者已是战平。那第9座传承点将是2人定胜负的关键所在。只是此刻，梁秋红月却是慌了，因为连续被楚风击败3次后，他已经没了底气。他忽然意识到，他可能是真的不如楚风，所以他不敢开口了，不敢开口和楚风说继续这2个字。他害怕再败，倘若再败，他丢的可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人，而是他师尊的名号。事实上，此刻慌的不仅是梁秋红月，还有九玄宗的弟子，但是最慌的却是星陨圣地阵营这边的。
修罗赵坤。倘若楚风真的将第9座传承点破开，那就胜过了梁秋、红月。那样一来，他先前发的毒誓该怎么办？难不成他真的要改名为懦夫赵坤？想到这里，他简直就不敢继续想了，那简直就是噩梦。楚风，接下来我代替梁秋、红月来和你比。就在此刻，一道声音忽然响起，是梁秋、蓝月。身为姐姐的她，也看出了她妹妹的慌乱。这种状态下，她深知她妹妹是没办法继续和楚风抗衡了。可是梁秋大师的弟子不能败，她必须背负起这最后这一战。你们姐妹可真有趣，先是一同出手，随后妹妹出手，妹妹不行了，姐姐再出手，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车轮战术吧。这种战术之下，就算你们姐妹赢了，怕也是胜之不武吧。就在此刻，夏雨儿却是忽然开口，连她都看不惯梁秋姐妹这种无耻的行为。而夏雨儿开口后，梁秋姐妹却也是默默低下了头，没有回答。其实不用夏雨儿提醒，她们自己也知道这样很不公平，只不过她们也是没有办法，哪怕胜之不武，可是她们却也不能输。夏姑娘此言差矣。可就在这时，九玄宗的一位弟子却是站了出来，说道：梁秋姐妹擅长的本就是共同破阵，先前梁秋、蓝月退出，由梁秋、红月一人对战楚风，只能说算是让着楚风的。你若觉得不公平，你们星陨圣地的弟子和那位修罗界灵师也可以一起出手啊。若是你们胜了，我们绝对不说你们胜之不武。九玄宗的那位弟子说道：梁秋姐妹毕竟是他们请来的贵客，他们不会容许夏雨儿对梁秋姐妹不敬。况且接下来的第9座传承点可不是寻常的传承点，那可是衣钵传承，他们自然希望梁秋姐妹能够将其破开，那样一来，他们便可以进入其中，事关绝对利益。哪怕他对夏雨儿有好感，却也绝对不会让步。你们这是强词夺理。夏雨儿柳眉倒竖，很是不悦地说道。然而这却是规则允许。九玄宗弟子双手一摊，一副你奈何我何的架势。面对对方如此无赖的行径，夏雨儿的小脸都是气得通红。夏姑娘，不要与他们争吵。就在此刻，楚风却是忽然开口，随后看向九玄宗弟子以及梁秋姐妹说道：既然规则允许，我们自然就不能不让你们出手。我也知道这第9座传承点对九玄宗的重要性，你们肯定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所以干脆你们5个人就一同参与吧。放心，你们若是破开这第9座传承点，也算你们赢，绝对不会有人说你们胜之不武。不过我们这边的话就不必全部出马了，因为对付你们，我楚风一人足矣。楚风此话一出，全场寂静一片，以1敌5，这是何等的豪气，又是何等的自信。哪怕夏雨儿此刻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涌现出了一丝从未有过的暖意。她身为一个女子，第一次在一个同辈的男人身上体会到了这样的安全感，根本无需她出头，也无需她冒险，更无需她担心。楚风一个人就把一切都抗了下来。既然决定了，那便我们便开始吧。梁秋、蓝月说道。请。楚风手臂一挥，示意梁秋姐妹先行。当梁秋姐妹动身的一刻，不仅楚风跟在后面，而是在场的小辈全都跟了过去。这第9座传承点乃是从未出现过的衣钵传承，所有人都想亲眼见识一下这衣钵传承是如何被破解开的。只不过这第9座传承点与之前的8座的确是有些不同。当众人靠近之后，这传承点的罗盘并没有任何异动，但人们知道这罗盘很快就会运转，那个时候这传承点的谜题也会浮现。所以梁秋姐妹早早的已经将他们那特殊的观察手段释放而出。至于楚风，他的天眼早就施展开来，只是因为隐藏的太好，旁人没有注意到罢了。可就在这时，一道耀眼光芒却自楚风与梁秋姐妹身后传来，是修罗赵坤。修罗赵坤再度施展出了自己的观察手段，他竟也参与其中，想要破解这第9座传承点。修罗赵坤他这是何意？然而对于修罗赵坤突如其来的举动，星陨圣地的一名男弟子却很是不解，想必是不想改名字吧。毕竟只要楚风胜了梁秋姐妹，他就要改名为懦夫赵坤了。与其听天由命的靠梁秋姐妹胜过楚风，倒不如他自己也试试。万一他破解开了，那楚风和梁秋姐妹也就是个平手，他自然也就不用改名字了。星陨圣地的另外一名弟子说道。哼，活该。首先开口的男弟子大嘴一撇，很是讽刺的说道。其实他们2人本来非常看好修罗赵坤，对修罗赵坤也很尊敬，甚至没少拍修罗赵坤马屁。可是对于修罗赵坤站在梁秋、红月那方贬低楚风之后，身为星陨圣地的弟子，他们对修罗赵坤的态度已是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毕竟在他们看来，修罗赵坤的行为简直就是吃里扒外，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帮手。相比之下，楚风才更值得他们尊敬和依靠。就在这时，那久久没有变化的第9座传承点终于是光芒大盛。这一刻，无论是楚风还是梁秋姐妹，或是修罗赵坤，都是赶忙集中精神，紧紧地凝视着那罗盘的变化。可是预料中的变化并没有来，反而是来了异常，意料之外都不变化。这变化并非是罗盘的变化，而是整个传承点都在变化。那第9座传承点的大门一分为2，竟然化作了2道，并且这2道门的中间皆是有着一个罗盘。这是何意啊？众人一脸迷茫，对于这样的变化有些不知所措。可就在这时，一道闷闷的声音响起，下一刻即有一行字体浮现，出现在这第9座传承点的中心：生死两门，生门的传承，死门葬其中。生死两门，这岂不是说只有一道门是正确的，另外一道门是错误的？进错了就要死啊！看到这一行字，在场之人无疑不是大惊，甚至露出了恐惧的目光。只是简单的得个传承而已，谁也没有想到会有死亡的危险啊！可就在这时，那2道门的罗盘同时开始变化。楚风和梁秋姐妹的目光不停地在2道门上扫动着，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分出胜负这么简单，最重要的更是要选对门，否则可是要丧命的。楚风，这门怎么选？
你有把握吗？楚风的耳中传来了女王大人的声音，事关生死，女王大人也是非常担心。我的女王大人，别担心，右边的就是生门。楚风表现得很淡定，右边看着不像啊。女王大人有些疑惑，她倒是觉得左边更像生门。淡，你仔细看看右边的上的罗盘，它的图形是不是与剑道尊者墓的地图很像？楚风说道。还真是，可是你凭借这个就断定那是生门？女王大人仍很担心，剩下的便是天眼给我的直觉了。楚风说道。那左边有直觉吗？女王大人问道。有，只不过很凶险。楚风说道。那就跟着天眼的直觉走吧，他应该不会骗你。女王大人说道。对于天眼，他还是有着一定自信的，毕竟那可是他修罗灵界一位前辈传授给他的，而那位前辈的有多强大，淡非常的清楚，所以他也坚信天眼的强大。楚风，一起破这一道门吧。可就在这时，梁秋蓝月却是开口了，只不过他所指着的门却是左边的那道，而那道可是被楚风认定为是死门的。姑娘，你是开玩笑吗？那可是死门。楚风说道。你说什么？死门？那明明是生门。梁秋红月赶忙说道。是啊，我们来看，也是左边的是生门，右边的是死门啊。楚风，你仔细看了吗？不会是看错了吧？此刻，其他小辈也是纷纷开口。在楚风和梁秋姐妹观察的时候，他们也都在观察着。我能确定，左边是死门，右边是生门。楚风说道。可是，我们来看，明明左边是生门啊。九玄宗的弟子说道。若是你们都能这么容易区分出来，哪个是生门，哪个是死门，那这生死门还有何意义？楚风问道。你的意思是看不起我们？梁秋红月很是不爽地问道。楚风看不起旁人也就算了，竟然连她们姐妹也看不起，这让他很是愤怒。听我的，破右边的门，否则就算你破开了左边的门，进去也是死路一条。楚风说道。右边的才是死门。楚风，莫非你对我们心存怨念，想害死我们不成？梁秋红月冷声质问。哪个是生门，哪个是死门？我已经告诉你们，信不信由你。你若执意送死，我也没有办法。楚风肩膀一耸，一副你非要送死，我其实也很无所谓的样子。这样吧，生死乃是大事，若是无法评判，不如让赵匡风一前辈帮忙看看如何？就在此刻，夏雨儿说道。也好，那就请赵匡风一前辈看看吧。梁秋姐妹也是爽快的答应了。就像夏雨儿所说，事关生死，还是稳妥起见。老实说，赵匡风一早就看出了哪个是生门，哪个是死门，只是他迟迟没有开口，那是因为他想楚风败，毕竟只要楚风败了，他的孙儿就不用受改名之辱了。但是眼下众小辈向他提问了，他又不能不答，并且不能答错，否则会辱没了他的名声，所以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得缓缓开口道。左边是生门，右边为死门。赵匡风一此话一出，莫说梁秋姐妹，就连九玄宗的弟子也是一脸得意，用一种取笑的目光看着楚风，那种目光就好像在说，看你看错了吧，赵前辈都说左边是生门，看你这次还如何嘴硬。可是谁曾想，对于众人古怪的目光，楚风却不以为然，坚定地说道。我还是那句话，左边乃是死门，右边才是生门，若要执意送死，休怪我没提醒你们。楚风，你真是不知好歹，自大妄为，莫非你觉得你的结界之术要在我爷爷之上？修罗赵坤很是不爽地说道。赵前辈的结界之术，我自然不如，可是我有我的观点，总不能因为他的境界比我高，他说什么我都觉得是对的，甚至否定我自己的观点吧。楚风说道。算了，无需与他争吵。就在此刻，梁秋红月开口了，他对楚风说道。楚风，你执意送死，我们也不拦着你，只不过这场切磋还要继续，哪怕你我选择不同的门，可是却也要分出个胜负，这简单，谁先破开算谁胜。楚风说道。不。梁秋红月摇了摇头。那怎么算？楚风问道。既然生死之门，那么自然是选择生门者才算胜，所以破解时间不重要，毕竟生门破解的难度很可能是要远远高过死门的难度的。梁秋红月说道。那怎么算？你说。楚风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就好像无论对方提出什么样的条件，他都能接受，因为他坚定地认为他赢定了。第一条件就是我们都要把这门解开，然后我们必须进去，活着出来的胜。梁秋红月说道。这丫头好是凶狠，她坚定地认为右边的是死门，可却还要你进去，这不是要你的命吗？此刻，女王大人愤愤不平地说道。哪怕女王大人根本不在楚风身体内，可是从她的语气中却也能够听出女王大人有多气愤。不过楚风却是很无所谓，笑着说道。好，就依你。其实楚风本来还想劝劝梁秋姐妹不要进入左边那座门，毕竟楚风确定那是死门，可是这梁秋红月如此凶狠，竟然想让自己死，那楚风也就没必要劝阻于他。至于那梁秋蓝月，虽然他没有像梁秋红月那般与楚风针锋相对，可他却也没有开口劝阻他的妹妹。由此可见，梁秋蓝月与他妹妹一样，乃是一丘之貉，所以他们两个死，楚风不会有一丝的同情，只会觉得他们可悲。那便开始吧。随后，楚风与梁秋姐妹便纷纷开始破解那两座阵法。老实说，楚风所选择的这道门破解难度很大，若不是楚风的天眼已经有所突破，楚风怕是难以破解开来。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可能这就是命数，这就是机遇。楚风偏偏在这个时候天眼突破，简直就是为了破解这座生门而来。尽管楚风这次所耗费的时间很大，可是他最终还是寻找出了对应的破解之法。在寻得破解之法后，楚风便立即开始布阵。果然那是死门，不然他不可能这么快就破解开。是啊，你看两位姑娘显然还没有头绪，足以见得他们所面对的阵法是多么的难以破解。眼见着楚风已经开始布阵，九玄宗的弟子讽刺地说道。你们也是龙纹级仙袍界灵师，楚风选择的那道门究竟难不难，你们不清楚吗？若真如你们所说那么简单，
那你们为何寻找不出破解之法？就在此刻，夏雨儿说道。听得夏雨儿这样一说，那二人也是脸色一红。他们开口只是想挖苦楚风，若真要他们去破解，他们真的是难以破解开来。因为单用看的也能看出，那罗盘上的谜题其实非常的难。楚风小友布置这阵法有些复杂啊，赵兄，若那真是死门，破解之法需要如此之难吗？传承窟外，新义长老好奇地问道：“你是在质疑老夫吗？”赵匡风义有些不悦地说道：“绝对不是，只是我很不解，既是死门，破解之法应该相对简单，不该这么难才是，所以想请教一下赵兄，这是为何？”新义长老问道：“反其道而行之罢了，没什么高深的地方。”赵匡风义说道。听得此话，新义长老则淡淡的笑了，虽然他没有再度追问，可是他却并未认可赵匡风义的说法。与此同时，他对楚风的担忧反而也是减少了许多，因为隐隐间他觉得楚风的选择未必是错的。尽管楚风看穿罗盘的速度很快，可是他布置的这座阵法速度却很慢，倒也不是楚风布阵手段不行，而是这座阵法着实太难了一些。在楚风布阵足足半个时辰之后，梁秋姐妹也终于看穿那罗盘的内容，开始布置破解阵法。他们的阵法布置的倒是很快，只不过当他们二人布置完阵法之后，楚风的那座阵法也终于布置完成。他们同时催动阵法，分别破解左右两道门。只听咔嚓之音连续响起，几乎在同一时间，那两道门皆是被破解开来。而当两道门开启之后，其中却是一道结界，那结界阻隔了一切，感受不到其中的气息，更看不到其中的内容，所以没人知道进入其中将会面临什么。来吧，进去吧。梁秋红月对楚风说道。请。楚风则始终一脸笑意，说话间便向那门走去。楚风，你真的确定那是生门？可就在这时，一道暗中传音却映入楚风耳中，顺声观望。夏雨儿这位绝世尤物正看着自己，只不过在他的眼中，楚风竟然难得的看出了担忧，这个蛇蝎美人居然在担心自己。面对担心自己的夏雨儿，楚风淡淡一笑，说道：“你们等着我，若是这门没有问题，你们再随我进去。”话罢，楚风便脚步一踏，率先进入了内门中。在楚风踏入其中后，梁秋姐妹并没有紧随着进入，而是想要观察一番。与此同时，夏雨儿的心则是悬在了嗓子眼，她是真的害怕楚风选错了门，尤其是伴随着楚风进入其中，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她的担心则更浓了。她也不知道她为何会这般担心楚风，就连掌心都满是汗水。可能是因为楚风失败了，他们也将失去获得传承的机会吧，也可能是真的不想楚风死。只不过迟迟没有走出来的楚风，却让他的心渐渐沉了下去。这多半说明楚风可能是真的选错了。看来楚风败了，太可惜了。星陨圣地的男弟子略有伤感地说道：“自作孽不可活。”梁秋红月摇了摇头，随后便进入了左边的那道门。梁秋蓝月也是紧随其后，踏入其中。夏姑娘，你们拖错了人，居然相信那楚风的选择，看来这一次是我们九玄宗胜了。九玄宗的弟子讽刺地说道，他们的脸上也都挂着喜悦的笑容，毕竟这代表着他们将得到那所谓的衣钵传承。只不过过了没多久，他们脸上的笑容便凝固了。又过了一会，他们不仅脸上的笑容全无，相反还有了一丝慌乱。不仅是他们，哪怕是传承窟外的众位长老也是如此。因为不仅楚风进入那门中没有反应，当梁秋姐妹进入其中后，竟然也是音讯全无。此刻九玄宗的两位弟子，包括传承窟外九玄宗的长老，脸色都是紧张到了极点。梁秋姐妹身份超然，九玄宗能够请到他们两个来，费了多大的力气，付出了多大的人情，唯有他们自己清楚。假如他们两个真的死在了此处，那他们该如何向梁秋大师交代？梁秋大师，他们九玄宗得罪不起，这个责任他们自然也就无法承担。然而就在众人皆在担心之际，人们惊愕地发现，楚风所选择的那道门竟然消失了。眼下在那第9座传承点上，就只有一个结界门，那便是梁秋姐妹进入的那道，位于左边的结界门。也就是说，此刻哪怕夏雨儿等人想要进去找楚风，却也是进不去了。见此一幕，夏雨儿顿时脸色变化，一双美眸之中涌现出复杂的情绪。尽管他之前因为楚风看到了他的身体，他是真的想要杀过楚风，甚至那种杀了楚风的念头在来到此处之前也一直存在着。可是他却并不希望楚风死在这里，至少他不希望楚风在为他们而战的情况下死。然而在夏雨儿为楚风之死而感到沮丧之际，九玄宗弟子以及修罗赵坤则是松了一口气。楚风的那道门消失了，哪怕梁秋姐妹没有出来，可这也至少说明他们两个的选择是正确的。只要梁秋姐妹没事，他们也就不用担心了。至于楚风死活，管他们屁事。莫说他们，就连星陨圣地的那2名男弟子也只是感到遗憾，却没有太多的伤心情绪。毕竟他们与楚风并不熟，也没什么交情，这就是所谓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楚风真是活该啊！修罗赵坤更是忍不住讽刺起来。修罗赵坤，楚风就算失败，他也是为我星陨圣地而战，可你同样是我星陨圣地所请来之人，你做不到楚风那般为我星陨圣地冲锋陷阵也就罢了，竟然还出言挖苦，你觉得合适吗？夏雨儿以一种极为凌厉的语气对修罗赵坤问道。我这……修罗赵坤很是无语，他竟不知如何回答，有的只是一脸的尴尬，而实际上他不仅是立场尴尬不好回答，他其实也是被夏雨儿吓到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夏雨儿这个样子，一个原本很是温柔，脸蛋上始终挂着迷人笑容的夏雨儿，居然露出愤怒之意，实在是少见。这可是高高在上的星陨圣地圣女啊！事实上，不仅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样子的夏雨儿，就连星陨圣地的那2名弟子也是第一次看到夏雨儿这般，所以他们知道楚风的失败的确是对夏雨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尽管被夏雨儿斥责，心中很是不爽，
但修罗赵坤的喜悦之情却足以淹没这种不爽。只要楚风死了，对他来说就是最爽的事情，其他的事情都无所谓了。可就在这时，一声惨叫忽然自众人身后响起，顺声观望，人们才发现，在那第一座传承点内，一个身影正趴在那里，那是修罗赵坤的戒灵。他的戒灵终于从传承点出来了，只是这出来的方式却有点奇葩。他的戒灵没收修为没有一丝提升，竟然还浑身是血，身负重创，这明显是被人狠揍了一顿。严萧，你怎么会这个样子？是谁伤了你？见到这一幕，修罗赵坤也是脸色一沉，赶忙身形一跃，来到他那戒灵身旁，将其戒灵搀扶了起来。可是他刚刚将其戒灵搀扶起来，便目光一动，随后赶忙拔空而起，身形向后纵去。而当修罗赵坤刚刚离开那传承点的门口后，一道道身影便不断的自那传承点的大门内飞掠而出，伴随着阵阵惨叫，不断的飞扑在地上。这些戒灵都是先前进入那传承点内的戒灵，只不过眼下这些戒灵或多或少身上都有一些伤势，这是怎么了？你们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见此一幕，星陨圣地的那2名男弟子也跑了过来。夏雨儿虽然没有说话，可也是走了过来，毕竟这其中也有他的戒灵。可就在这时，一道流光忽然自那传承点内飞掠而出，那流光速度极快，当他落地之际，已是来到了第9座传承点的门口。而这一刻，所有人都能够看到，这个身影原来是一个人，不，准确来说，他是一只戒灵，一只来自修罗灵界的戒灵，这正是女王大人。可是看到女王大人后，在场的所有人皆是目光大变，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女王大人的修为已经不再是9品无祖，而是5品真仙。5品真仙，你的修为竟然提升了这么多，怎么会这样？你是怎么做到的？感受到女王大人的修为后，人们已是目瞪口呆，因为这修为提升跨度实在是太大了一些，并且感受到女王大人的修为之后，修罗赵坤他们也是不由自主的再度观察起自己的戒灵，而这一次，他们几乎能够确定，他们的戒灵修为没有一点点的增加，这与女王大人这不可思议的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看看他们戒灵的伤势，他们似乎懂了，看来那第1座传承点内的传承非同小可，只是可惜这个非同小可传承全部被女王大人一人独占了。你这丫头好事过分，你只是被请来帮助我们的而已，我们允许你进入其中修炼，以示仁至义尽，你怎能够做出独吞这种事情？猛然间，星陨圣地的男弟子大嘴一张，便唾沫横飞地斥责起女王大人。他真的是气坏了，在他眼中，这传承窟是属于他们的，现在他就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被他人夺走了的感觉，自然很是愤怒。闭嘴！可是就在他准备讨回一个说法的时候，女王大人却是一声怒喝响起。当女王大人说话的时候，那一双美眸也是看向了那名星陨圣地的男弟子。这一刻，星陨圣地的男弟子顿时如同石化一般愣在了那里。他原本愤怒的脸上不仅怒容不见，相反在他的眼中竟然涌现出了深深的恐惧，因为他在女王大人的美眸之中感受到了深深的杀意，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是一种他再敢废话半句，对方就真的会杀掉他的感觉。